我覺得幾個東西要釐清了。第一個是錢嘛，對。第二個就是馬英九到底有沒有暴力傾向或者是行為？這我覺得這是大家都想關切的。那說這120萬現金是王光慈請他的同仁去保存的，因為他怕將來有問題，所以拍照存證。但這個鈔票就那個同仁去拍的，我知道同仁自己拍的，就那同仁他要離職了，對不對？所以呢，在王光慈你把钱还給我。這是離職之前拍的，那是两個還沒就所以這個照片嘛哈。那後來呢，就說給這個同仁的給小蔡的獎金，那這是新鈔對不對？對，就跟這個舊鈔是不一樣。你上次是被提出來的嘛，對不對？對。好，那這個是一個當然我們好奇的哈。那到底怎麼回事？到底這個錢是怎樣？到底是我給你，你幫我保管是一個舊鈔，後來我發獎金變成一個新鈔，那換句話說是兩批錢哦，總不可能，因為現在要存錢到銀行很麻煩的，存個30萬都要報調查局的洗錢中心的，所以你說我存進去再領出來，否則的話我當時不必交給這同仁保管的嘛，就是我不想存到銀行裡面去嘛。他關於這個錢，他有幾個矛盾嘛哈，先講一個就是說，這為什麼一定要不存到馬總統既然說公用，你就應該存到入賬，對不對？基金會的賬裡，那你基金會的賬，其實每個月的賬的時候，財務報表，執行長、財務長都要簽字的。財務長就是王光慈，執行長就是蕭旭岑的，他們都要簽字負責的嘛。把錢，你看他是說這個是2024年禮遇結束之後啊，有很多企業要捐錢，不願意這個洩露姓名嘛。無名氏可以的嘛，你也講過，而且上限捐款上限也沒有限制嘛，好，那你又講說馬英九同意的，好，說是這個就公款公用，馬英九有講不用入賬嗎？沒有吧？啊，馬英九說用於公務，你是執行長啊，你要遵守你職務上的這種法規紀律，對不對？那你們就變成講說，馬總統明明知道不存，他是親口答應的，對不對？或者他同意的，但是你想一想，從前法務部長開始到馬英九一路看，最重視的就是行政的這個紀律嘛，他講求的就是這個嘛，最強調的就是這個官員的清廉嘛，所以他這個是充滿矛盾的。好，再來一個呢，他就講說他們是2024年開始，這個因為禮遇到了。他都找一些理由，就是因為寫新聞大概都要一個 story 嘛，他找理由。他說2024年開始，因為禮遇到了還沒存，可你那張照片是2023年的，對，這張照片，2023年10月，2023年這筆錢到哪裡去了？這筆錢難道2023年馬英九還弄這個所謂的藍白合腦袋那麼清楚的時候，他也同意你說不入賬嗎？而且你看他自己在新聞稿裡面講說，蕭旭岑在新聞稿裡面講說，這個錢恐怕是2024年裡面的一張照片，他說他不記得。那麼他們為了要看到我們的每講一段，他們就要找一個故事來應對說，他就突然承認說收到的錢有300多萬，有300多萬，300多萬，你既然通通都要用於公務，你為什麼不入公賬？那你說用於馬英九的私人的話，馬英九的私人存摺跟賬簿，我們都拿出來看過啊。他每個月固定領你10萬到20萬，就這些錢沒有入他的私賬，並沒有嘛？沒有嘛？而且他還領10萬到20萬，那可是他用的錢有領出來，他支出的錢，他支出的10万20萬没。那其他的像理髮啦、什麼租車什麼支出，小到這種所謂很一個月會花10幾20萬。對呀。那我就問了這個隨扈講說馬總統很省的哈，一個月花不了多少錢呢。所以這筆賬呢，因為現在會計事務所在查賬嘛，我就跟他們很早提過，他說沒有辦法幫我們查，我們就說等這個你查賬完了以後，幫我們來對一下。這是報稅季節現在了。對，現在是報稅嘛，所以這個錢的問題就充滿了疑雲了。好吧，這是一個捧現金嘛，對不對？但是他們有找這個相片啊，後來說馬英九也跟這個韓會長照了相啊，這互贈禮物啊，就表示他知道啊，這怎麼會不知道捐錢呢？那一天的參會，我後來去查了哈，我都會去查，大部分捐錢都10萬20萬，通通有入賬，他們有捐錢，他們想去將來到法院可能要賴，就是說，就是這一筆，
啊。可這是2023呢，這是2023 10月，這2023 10月，這是2024年2月4號，所以基金會一個春節活動，隔了5個月了哈，所以這個應該是動機都不一樣了哈，有時候捐錢的動機都不一樣。更重要的是，不能用這一張照片在一起，就好像馬英九肯收他的錢，而且不入賬嘛。你們這樣用這個看拖的方式，對不对？照一張相就變成說表示他有收他的錢，而且不入賬了，對不對？所以2023年的時候，因為2024年的1月13總統大選嘛，總統副總統大選，所以2023年的這個時候10月的時候，馬英九那時候還出來推藍白合嘛，我記得嗎？對。所以你那個時候馬英九情況到底怎樣？我不清楚，因為他那時間把我封鎖了，我們見不到馬了。但是我看馬都參加很多活動啊，所以還好就是。對，還有那個誰的少女，因為現在他們都說忘了嘛，都說忘了，所以我都跟馬英九報告，他忘了，那忘了嘛。你要我這個講公道一點的話，就說或許有幾次忘了，但是你會挑嘛，你就挑你對你來講最重要的地方，你就撒謊嘛，對不对？這個是一個很平常的犯罪手法嘛，对不對？就對方有机可乘的時候，他就是抓住這個機會啊，這是一個不得不令人懷疑的地方。好，那麼因為昨天我們訪問完了以後，鄭麗文有發表談話了，他說，因為我們說為什麼要拿着錢拍照嘛？你說這個兩個人這個合照，這很正常嘛？但是你說拿了錢拍照，這正常嗎？我就好奇嘛，對不對？所以到底要怎麼樣？我也講說有各種可能啦。一種也許是給馬英九交代，就說是啊，馬總統我的確捐了這種嘛。那一種就是政治上甚至大陸也許跟其他台商驕傲，說你看我能夠捐錢給馬英九。那我說也許跟北京交代嘛，就是你看我也做了這些事情。那鄭麗文就說我們是不是跟100萬台商為敵？這個無限擴大了啊，無限擴大。我們那天有侮辱台商沒有啊？沒有，完全沒有。我們台商我們很尊敬台商的但是跟台商為敵，我就沒有跟台商為敵啊！而且事實上不是應該為什麼要捧個錢照相？這很特別，很奇怪嘛。這個手法就是牽拖擴大牽拖嘛，擴大牽拖，就把台商也拉進來，焦點就轉移了一半。所以我們看那張照片，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律師在問說他們可能有各種理由的時候，有個律師就講一個有啊，還有一個理由啊，是蕭旭岑捐給韓英煥的。這可能性你也不能說100%沒有，就看你怎麼講是吧？对，就意思就是說你怎麼去解釋嘛。所以好，休息一下再回來。還是要再請教一下這個卜忠兄啊，馬英九到底，因為有些人失智是有暴力傾向的，有的各種不同狀況。有的是傻笑，有的突然变成這個什麼都忘了，有的誣賴別人偷錢有的常常在外面走路啊迷路了等等哈。那有的有暴力，馬英九到底有沒有暴力傾向？我跟他這樣幾乎是一個禮拜好幾天的相處到現在，我跟你講，我看不到任何跡象。然後我還特別去跟他的水戶查，過去到現在都沒有。他只有時候碰到我因為太了解他的這個心情反應嘛，跟着他幕僚那麼多年，有一個員工他不太喜歡，他就跟他講話比較大聲，我就跟他說總統，要忍耐啊，我們現在因為人工不多，他也是證人之一啊，他就會某某，要很久，然後看就挑他肚子怎麼這麼大，他是開玩笑也是那員工也跟他開玩笑好，等孩子生出來就沒了就好了哈。當然有時候也會講嘿，但都是就是一般人的開玩笑的這種調侃的才會有大聲跟這種所謂的這種大動作，否則他平常行動都沒有那麼這個像年輕人那麼胡鬧啊，這個打鬧，怎麼可能有暴力傾向？反正我覺得。那為什麼說掐脖子啦？什麼又我覺得捏他了，又逼他下跪了？什麼？我們都解釋過，就是說，我是覺得這個非常可能的推測就是，他們都知道這些都是失智的徵兆，他們就把這些東西捏造出來，或者是因為我始終
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長期的布局啊，不是之間一夕出來的。譬如說，他想要離開馬英九辦公室，才會突然跟他下跪，這是有高度可能的。哎，他就成功的跑到那邊去，就自由了嘛，就可以自由進。就從馬辦跑到基金會了。对，當副執行長。他去了以後，你知道，2025年我查的資料，他們馬英九基金會總共帶團去大陸13次，馬英九只去了1次，其他全部他們去，而且都根據工作人員跟我講，幾乎都沒有報告。錢是用基金會的錢，都是基金會，但是他們說都跟馬英九報告了。他說他忘了嘛，那你有什麼辦法？就是我講，像這種去都不要簽，到底都要簽呈的。所以說會罵他，而且尤其如果你覺得他有失智傾向會忘，你更要簽吶。這樣的說，你看你簽過字啊，那不能說你忘了，這不很奇怪嗎？唉，這個我覺得馬英九有時候最傷心就是他覺得他非常信任他們，很多事情都沒有。才會你看大小章也是他，銀行圖章跟這個存摺也給他。那我看你說他這8個月這個惡化比較快，為什麼進展比較快？我覺得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內閣閣員很多要見馬英九變成很難的事，不用講我了我是連電話都打不通，他們大概電話也可以打通，但是要約出來什麼？那你從好的地方就他們講，就說哎呀，馬總統不要再跟人家，不對的。你們如果認為他有病的話，而且是初期的話，你應該讓他多出來社交活動嘛。就是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他就會高興，就會所以我沒有，我看報說我常常陪他游泳，什麼爬山，我沒有常常，我就是我會因為有一天他游泳說禮拜6不能游，我說政大可以游啊，禮拜6政大有啊，然後那政大可以去啊，但有一天早上起來就這個說要去政大游泳，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下次陪你去，好，我就陪他去1次然後他就在後面爬山，還碰到很多政大的系友回來跟他照相，就是說他的確是不是當年的馬英九，但也不能像你們講不是當年的馬英九變成另外一個你們口中那樣的馬英九，你知道這個人老化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嘛，對不對？忘性，你像我們開始都有忘性，只是我們不連那個第一階段都還沒有到那麼嚴重嘛所以，我還是那句話，你們不能欺騙他，不能欺負他，因為他是這樣提拔你們。他生氣起來就講，他後來跟我講，就是說我為什麼說他惡化這麼快，是因為他跟我講，他在這個2月以前的時候，就是從覺得他們1年前覺得他們有問題，他說他半夜常常醒來暗自落淚啊。那你想想看，那他怎麼睡得好？那這個如果是個初期。這個一步一步往下惡化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所以，不，當然，我覺得這個也因為有不少人認為了說馬英九這些事就不要拿到社會來討論為什麼？因為說讓他體面的這個慢慢的體面的這個過去然後呢，讓這些事情不要。但是我不贊成這種講法因為大部分人這種講法，為什麼不這樣講？讓我講雷根也是失智啊，雷根有沒有隱藏他失智？沒有嘛，大家都知道雷根是，那又怎樣？雷根的失智會影響他8年總統任期的那些成就嗎？不會的，對不對？雷根的幽默雷根被打了槍，對不對？還跟他太太說 Nancy 對不起，我剛剛沒有躲好。然後問醫生說，你們今天都是共和黨嗎？醫生說，總統先生，今天我們都是共和黨，很幽默，你到現在還記得，對不對？換句話說，你失智就跟生病嘛，就跟你得癌症、得什麼糖尿病、得高血壓一樣嘛，這沒有什麼丟臉。這什麼就這個為什麼要隱藏呢？我不懂。失智如果是什麼病就什麼病就是了嘛，又怎樣呢？我都會常常提醒總統啊，對不對？我總統，你現在健忘好像短期記憶又有增加了因為你會健忘，對你自己講，你說你偶爾健忘，我說現在也健忘的頻率也比較高了我覺得，但我覺得他這個年紀有時候到了就返老還童的年紀，他就會說，就像我1個禮拜游3次泳，對吧？然後這個什麼這樣所以你帶他就老年人就講的嘛，那個76歲真的是老年人了嘛，有時候就是你也不能跟他太直接去吼他啦，或不是吼他啦，就是你有時候還是要哄他這樣。好吧，但是就是外界還是關心說，是希望讓馬英九能夠體面，能夠留下好的記憶，那要怎麼做到呢？馬英九自己在不在意？
馬英九當然在意他的這個形象的啊，但他還是最近這件事情鬧成這樣，他知不知道？他很有決心哦。我就是他看了媒體都看嘛，对不对？都会看。你们有没有不給他看？沒有，他自己常常看視頻，尤其我覺得他有沒有想到這個事情開始會變成這樣子，結果會變這樣？我覺得他的決心是一直顯現的，就是講說這個從一開始他講的六親不認開始嘛，我覺得這一塊他始終還是有很強的信念，你知道？那我們也會，我都講過有各種選擇，總統你要選擇怎麼選擇 ？A 選擇息事寧人 ，B 怎麼樣 ？C 怎麼 ？D 怎麼樣？你自己講，對不對？你講來講去，他絕對不會去選，從來沒選過息事寧人。那如果現在在勸談的時候，大家都希望就是要再勸嘛，這有沒有用？所以我一直在想，這事情能不能，基層也很擔憂，因為主要馬英九，我本來是想說，那就這個你們一個基金會是什麼了不起的？一個基金會一大堆，台灣多少基金會？問題是也有人講說，馬英九不一樣啊，對不對？他是當過，過去20幾年來，只有唯一國民黨當總統8年就是馬英九，對不對？你這種重水扁，你看蔡英文，你們都是民進黨在做，所以他有他的一個象徵性的意義，一個 legacy 了。所以別人很想說，哎呀，是不是能夠大家能夠這個把這個事能夠和緩的解決，不要到法院去？那他，我的意思說，你這樣勸他有用嗎？他會聽嗎？還是他堅持呢？我不能替他講話，你知道，我真的不能替他講話，我只能說我的觀察啊，我不能替他講話，因為你想想看，我又不是呆子，我已經被打成這個樣子了，對不對？我今天如果再發表任何有隱含說我怎麼想或怎麼想，那帽子扣下來又是千斤鐵帽。是你們在討論的時候，像昨天下午討論，怎麼討論？你有提你的意見嗎？律師提出，主要律師提出正負個案的利弊得失。那律師是很好的律師，應該要這樣子，就每一個選項的各個利益，然後讓他最後選，就這樣。那他現在判斷的能力怎樣 ？OK 的，我跟你講 ，OK 的，他還會問，就是都發問。他自己學法律的，他應該也對。他學法律的人去跟他爭法律一些東西，他是不服氣的哈。那你的了解对他怎麼樣？他希望怎樣？我真的不要再去揣摩他的心了啊！我覺得有沒有講？有沒有表達過他要怎樣？沒有嘛。我這時候也不要去講他的想法的。我現在我太太再三警告我，叫少康兄不要苦苦逼我講對我不利的話。我沒有。对，跟大嫂講，我絕對沒有這樣。因為我現在我已經講了10遍以上，在公開場合，我就是把這個事情調查清楚，所有事證收集清楚。你看我花多少心力收集清楚啊！我今天也講，一個朋友在勸我的時候，他們都在講，我說我也壓力很大，不是只有大家壓力大。我半夜3點醒來的時候，我說那個灼熱乾燥壓力的那感覺，我以前都沒有的，你知道？還好我就會起來洗個熱水澡，然後用這個腹式呼吸法讓自己趕快睡着，你知道？對啊，所以我跟你講很多遍了，我把事情事證整理好的時候，就是 A、B、C， 對不对？律師也在旁邊，就是我就看着律師，因為我不是學法的嘛，律師就列出各種方案的這種好利弊這個得失。那總統自己選嘛，他自己是學法的人，他也聽得懂嘛，這樣。現在大概就是到底有沒有這些有些事情，比如你們講的侵占啊、什麼背信啊，這些事情有沒有？律師都認為會計違反稅捐稽徵法了，看有沒有？那有就表示不管馬英九記得不記得，這事實在這裡嘛。那如果沒有，那就表示對啊。他們是對的嘛？是不是？對，就還人家清白嘛，就這樣。總統常講嘛，就是勿枉勿縱嘛，哈，勿枉勿縱，這個有就依送法辦嘛，對不對哈？就是依法辦理嘛，沒有的話就是還他們清白嘛，就是公開還他。這第一篇出來，這個事情你仔細看，因為過了3個月大家都忘了，前面只不過是內部紀律整頓，馬英九堅持要放上一句話，這2個人從此不代表本基金會跟馬英九本人。就是那個比較引起大家矚目，對不對？就是這個，就這句話，這句話是他100%堅持。他第一句是先把這句放，甚至他已經在這個聲明發出以前就透過人跟大陸講。所以這不代表我了，從此不代表我。好，你就知道他有多麼的堅決。那也就算了嘛，內部紀律嘛，對不對？後來也勸他們辭職了嘛。
就是開始國民黨介入嘛，對不？國民黨介入以後，這個國民黨怎麼介入呢？不是出來罵人嗎？這個啊，那罵從另外角度不要理他就好了嘛。鬧大了嘛，就是鬧大了嘛。好吧，講到大陸哈，因為有人說，因為馬英九曾經在大陸的時候情緒失控，所以大陸決定不再邀訪。可是國台辦說捕風捉影，徹底謠言，到底有沒有這事？就大陸有沒有方面說不要馬英九就不要來了這樣子？我不覺得國台辦會做這樣的事情。你問我的政治判斷，這不是國台辦會做的事。他們也出來否認了嘛？對对，我不覺得國台辦會做這樣的事。因為他們有說了，後來馬英九生氣，是因為他不能去大陸了啊，你們去我不能去，所以生氣了。我不覺得國台辦會有這樣的說法。國台辦是說捕風捉影啦，徹底謠言啦。不過當然大家反正國台辦講話真假的，大家也不知道嘛。哎，這個也是蕭王兩個用來1年13次活動，他們去12次的理由了。去那麼多次幹嘛？都帶學生去，帶團去啦，有的是什麼？等一下我再跟你講一件事情。其實，等一下再跟你講。所以，哎，我太太就講，今天事情會搞到這樣。哈，第一，還很早跟我講，你注定是打敗的。哈，好，我說，就算敗了也得出來了。啊，因為事情不能不管嘛，總答應他的事情要做好。啊。第二呢，他就說，你又要保護這個，你又要保護這個，你又顧慮這個，你又顧慮那個，你怎麼可能打得好？就我是覺得啦，哈，這事情發展到現在哈，當然我們也希望這事情能夠比較和緩的解決啊。但是不管怎麼解決，哦，基於一個跟馬英九50年的老同學，我覺得該還給馬英九的公道，要還給馬英九公道，啊，不能說什麼事都通通忘了，什麼都忘了。然後呢，所有人都不要負責，就馬英九要負責。我覺得這是不公道。年輕的時候，我那麼年輕認識他的時候，對他印象最深刻，他就跟我講，29歲就開始跟他工作，這一路來多少，我4進4出馬團隊，對不對？我們倆還做過政大同事，對不對？他就說，怎麼可以和稀泥呢？這個事情啊，絕對不能用國民黨的這種裡面不好的習慣啊。國民黨有開大門走大路啊，不要和稀泥。他就說，意思就是他最討厭和稀泥。對了，反正這個事情不管怎麼樣，結果都要符合公道了。對每個人都是要符合公道。休息一下再回來。